韩旭和叶晴柔离婚一案现在开庭，请原告辩护人进行案件陈述。审判长，被告婚内出轨，我方申请被告人净身出户，并且赔偿我方精神损失。韩旭，你混蛋！我没有婚内出轨。审判长，我自结婚期就一直在家里面安分守己，结婚之后半年我就怀孕了，之后就是10月怀胎。这2年我的生活轨迹，所有人都可以为我证明，是他，这一切都是他，是他借着离婚的由头分割我们叶家的财产，搞出来的阴谋。他怎么不说话呀？发生什么事情？肃静，肃静！审判长，我有证据，证明我的妻子出轨了，出轨了一只玩偶熊。还有多时间？半年前，叶青柔有了这只玩偶熊之后，就把我赶出了主卧，每天晚上宁愿抱着熊睡，也不让我进来。老公，老公，你怎么在这儿啊？今天是女儿的周岁宴，外面亲戚朋友都来了，走，我们去招呼一下。好，我们走。你看，你女儿今天周岁宴什么都不抓，就喜欢这个小熊。你看，是吗？我女儿也喜欢小熊啊。哎呦，来坐车车了，各位，今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我要跟我亲爱的妻子叶青柔离婚。什么？韩旭，你说什么？我说我要跟你离婚。今天是女儿的生日，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你不是说要跟玩偶熊过一辈子吗？我成全你们。你发什么疯啊？那只是一只玩偶熊，你是在吃一只玩偶熊的醋吗？女儿才刚满1周岁，你就以这种荒唐的理由提离婚，我不同意。离婚协议书已经放在主卧的床头柜上了，签完字之后，明天早上9点，民政局门口见。哎，韩总，一个布偶熊而已，女孩子不都喜欢这些？我说你是不是忘了，青柔当初给你生孩子的时候难产，硬撑着没打麻药，在医院里面昏迷了2天。她为了怕吵着你，自己带着孩子跟你分房睡。她为了你做了这么多，你怎么忍心跟她离婚啊？是啊，小旭，你怎么能离婚呢？因为他已经不值得我爱了。韩旭，你难道忘了你在婚礼上的誓言了吗？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不离他不弃。现在你女儿1岁了，你就这么说你不爱她了？关你屁事啊！韩旭，你别忘了，你就是一个泥腿子出身。青柔她没有嫌弃你，还把你带进了叶家。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你能有今天？你能当上总裁吗？韩旭，你疯了！你打他干什么？他一个助理，谁让他多嘴的？舒宇虽然是你的助理，但我一直把他当做哥哥。老公，我们的事儿不要牵扯别人。今天是女儿的周岁宴，就算我求你了，不要胡闹了，好不好？
是啊，小旭，为了一个玩具熊，没必要闹到这一步。对，韩旭，你受了什么委屈？你告诉爸，爸替你做主。不用了，这婚我离定。要离婚，是不是因为你外面有别人了？舒雨之前就跟我说过，你这些天一直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是因为她吗？随你怎么想，你觉得有，那就是有喽。什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你说这好好的日子犯什么浑啊？是啊。够了！我不管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给你3天的时间考虑，要么好好过日子，要么法庭上见。到时候你净身出户，你别忘了，你今天拥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叶家给的。跟你老婆提了？提了。3天后，我就要跟叶晴荣对簿公堂，到时候还需要您以律师的身份出席。想让我净身出户，不可能。当然，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韩总好。哎，你没听说了吗？他和叶总提离婚，一个上门女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叶总不就喜欢抱着熊睡觉吗？这有啥？我也喜欢啊。我听说他在外面养了个小的，所以才抛弃叶总。够了，都给我闭嘴！谁让你们胡说八道的？叶总，我们错了。老公。我给你买了块表，戴上看看。百达翡丽的限量款，花了不少心思吧？只要你喜欢，我买什么都愿意的。不用了，我今天来公司就是来拿自己的东西。这块表，还是留给你的玩偶熊戴吧。哎老，看这个。韩总，你终于回来了。韩总，你听我一句劝，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你看你女儿这么小又这么乖，你就忍心抛下她一个人吗？让开！韩总，这可是你亲生的女儿啊，你就不愿意亲近亲近她吗？给我滚开！没事。这是我妈留给我的遗物。这个家，除了这个，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了。我哭了，到底怎么回事？韩总刚刚回家，我想让他看看女儿，可是他不愿意，还推了我一下。我想让他看看女儿，可是他不愿意，还推了我一下。韩旭，你怎么变得这么冷血？这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她才1岁，要是摔出个好歹可怎么办？这是你的女儿，就算是摔死了，跟我也没关系。韩旭，你说的是人话吗？你在咒你女儿死吗？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如果你不喜欢那个玩偶熊，我扔了就是了。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女儿？她是无辜的。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爱你，抚养权我也不要。至于女儿，你就自己留着吧。韩旭，你个王八蛋！青柔，别再跟他磨蹭了，快告诉他。好，既然你这么无情，你给我滚！
我一个人也能过好，灵儿也不需要你这样的爹。法庭见吧。好，法庭见。审判长，我有证据证明我的妻子出轨了，出轨了一只玩偶熊。如果仅以被告与玩偶熊睡觉为由，本庭认为并不能认定其存在过错。不就是抱着玩偶熊睡觉吗？不至于破坏婚姻吧？是啊，对呀，这也太荒唐了吧！抱着玩偶熊睡觉有什么错啊？是啊，就是没什么呀。韩旭，你听见了吗？你会败诉的。没有了叶家的庇护，你净身出户之后，没人会正眼看你。韩旭，你不要再胡闹了，我可以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这机会我可不稀罕。小旭，我女儿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就这么不珍惜？应该考虑清楚后果。拿柔柔抱着玩具熊这种可笑的理由分家产，你是赢不了的。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审判长，我方坚持认为被告存在明显过错，必须深究。本庭已经解释过，如果原告方拿不出新的证据，上述指控无法成立。我看啊，他明明自己出轨在前，所以硬是找出了个这么荒唐的理由。你说的没错，这个韩旭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早就听说他在外面勾三搭四的，真不是个东西。真好。韩旭，你非要闹到底是吗？好，既然如此，我也不会再给你留情。审判长，这些照片是韩旭在婚姻期间发布在公开社交平台和其他异性的亲密照片。我要控告韩旭婚内出轨和其他异性存在不正当关系。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是怎么回事？被告刚刚提交了你和其他异性的亲密照片，本庭将依据现有的事实判定你为过错方，你将净身出户。原告是否能够自证清白？既然不能证明，那本庭现在宣布，我有证据，我有证据证明叶轻柔婚内出轨。我有证据证明叶轻柔婚内出轨。韩旭，你有完没完？这里是法庭，你不要在这给我贼喊捉贼。韩旭，我不许你这么污蔑我女儿。真是胡说八道！审判长，我方申请播放视频，同意请求。请播放第一个视频。这是什么癖好？叶轻柔居然偷偷和玩偶熊干这种事儿！他这是在和玩偶熊亲热，这也太诡异了吧！哎呦，对，别放，别放！韩旭，你这算什么证据？你知不知道偷拍别人是违法的？你把这个视频拿到法庭上播放，你这不是让轻柔难堪吗？你用这种方式分财产，你还算是个男人吗？女儿不哭，有爸妈在，一定给你撑腰。别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倒好，要这样羞辱我女儿，让她以后出去怎么见人？你真是个混蛋！真是瞎了眼了！这些年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你今天对我女儿的羞辱，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肃静！大家别着急啊，这才是第一个视频。审判长，请你打开第二个视频。韩旭，你再让他播放视频，让你信不信我揍死你！我肃静，请注意法庭秩序。我播放视频证据，你激动什么？还是说你要为叶轻柔隐瞒什么？你这是违法偷拍的视频，不能作为证据。那刚刚叶轻柔的表现
你怎么解释？韩旭，青柔当初为你生孩子难产，在医院里面疼昏了2天，因为这个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医生还为她开过证明。她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症状罢了。如果是产后抑郁，那也就说得通了。毕竟抑郁患者做出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也是有可能的呀。当初我抑郁的时候，天天抱着花盆哭呢。哎呦喂！这个男人到底做了什么，把自己老婆逼成了这样，太可恨了！真是太恐怖了，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真的是。韩旭，你身为她的丈夫，不仅没有体恤一个患有产后抑郁的老婆，还用这种视频来羞辱她，你到底有没有人性啊？哦，原来是产后抑郁啊！审判长大人，这个白眼狼不仅婚内出轨，而且拍我女儿的隐私，你一定要判他有罪。没错，最好把这个偷拍者抓起来。偷拍？谁说我是偷拍？这明明是叶青柔自己装的摄像头。这女儿，他说的是不是真的？爸，我这也是为了方便照顾女儿。不管这个视频是不是偷拍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他都不能作为证据。没错，我女儿乖巧懂事，她怎么会出轨？我看，分明是你血口喷人！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去坐牢。让他坐牢，就应该让他坐牢，就是他，必须让他坐牢，就是他，必须得坐牢，28下坐牢，就是他。大家快看，那个熊动了！亲爱的，我去洗澡。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个熊的动作也太像人了吧？不会藏人了吧？难道韩旭说的是真的？叶青柔出轨了，而且就是那个玩具熊，大家快看呀！不会吧？真的假的呀？柔柔，这怎么回事啊？你快实话告诉妈，这玩偶熊里到底藏的是谁？妈，里面没人。在场所有人都看到了，这玩偶熊里面就是藏着人，还请对方当事人如实回答问题。丫头，你为什么不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没错，青柔向来清白，她绝对不会做这种出格的事情，她一定是有什么苦衷，而且这事关于她的个人隐私，我们还是不要再继续逼问她了。苦衷？这里是法庭，法庭上是要讲证据的。现在视频证据就在这摆着，他出轨的事实已经毋庸置疑。怎么？难道你还要编一些什么谎话来欺骗大家吗？我说的都是实话，玩偶熊里面真的没有藏人。没藏人？那一晚我看到的、听到的又是什么？航班取消了，帮我订明天最早的航班。好的，韩总。老公，你不是出差了吗？我改签了。老婆，你刚刚房间里是什么声音？老公，这么晚了，我都打算睡了，哪里还有什么声音啊？可能是我听错了吧。老婆，我们都已经好久没有……老公，你明天还要赶早班机呢，早点睡吧。而且今天孩子闹得厉害，我也累了。好。你房间里有人？老公，你在说什么呀？这房间里就我和孩子2个人。不对，
肯定还有别人。你看哪还有别人啊？而且孩子刚刚才睡着，你别把他吵醒了。这个熊，这个熊怎么了？他刚刚是不是动了一下？老公，你可别吓我呀！这就是个毛绒玩具，它怎么可能自己动呢？是吗？韩旭，大半夜的你闹什么呀？你非要把孩子弄哭，你才满意是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想进来看看有没有人，我也不想吵到孩子呀。你给我走！轻柔，走啊！我当时信了你的鬼话，还真以为自己是看错了，还因为跟你吵架愧疚了很久。但现在想想，我没看错，那只玩偶熊里面就是藏了人。那都是半年前的事儿了，你肯定是记错了。玩偶熊里面真的没有藏人的。没藏人，那藏的是鬼吗？这也太邪性了！我看叶轻柔也不像是在说谎，不会是闹鬼了吧？有可能，说不定之前叶轻柔身上被什么脏东西缠上了，所以行为才这么古怪。法庭是神圣庄严的场合，我们要尊重法律，尊重科学，杜绝封建迷信。叶轻柔，请你告知本庭，那个玩偶熊里究竟藏着什么？审判长，玩偶熊里面藏着什么并不重要，您现在不要被韩旭带了节奏，让他在这里胡言乱语，扰乱法庭的秩序。女方家属，我看扰乱法庭秩序的人是你吧？审判长说什么你就回答什么，你在这儿质疑审判长？闭审的水，你这个狐狸精，就是你跟韩旭串通一气，在这里污蔑轻柔。肃静，这里是法庭，被告家属请注意你的言辞，否则将以藐视法庭罪论处。叶轻柔，请你如实回答本庭的问题。本庭需要了解，玩偶熊里究竟是谁？这对最后的判罚十分重要。审判长，请您相信我，玩偶熊里面真的没有藏人。看来叶太太还是不愿意坦白啊。不过没关系，你的那只玩偶熊我已经带到法庭上了。你说什么？你去过我的房间？什么时候？就在开庭之前，毕竟我还留着家里的钥匙。审判长，我方请求将玩偶熊作为证据呈上来。同意请求。韩旭，为什么你一直揪着玩偶熊这个问题不放？那就是一只普通的毛绒玩具，里面根本就不可能藏人。是吗？你跟轻柔结婚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说熊里面藏人就藏人了，你现在把那个熊带到法庭上，又能证明得了什么呢？这话你说的没错，确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奸夫不可能一直藏在玩偶熊里面。但是只要那只玩偶熊里面藏过人，就一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比如头发丝、指甲屑。只要找到这些，我们就能够通过 DNA 找到那个人。待会儿等那只玩偶熊呈上来的时候，一切就都真相大白了。至于那只玩偶熊里面藏的人到底是谁，想必大家应该也很想知道。是啊，到底怎么回事？对呀，韩旭，如果玩偶熊呈上来，你找不到任何证据，你今天对我女儿的污蔑，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没错，我女儿清清白白，你这么污蔑她，你是会后悔的。请被告家属保持安静，请将物证呈上。审判长，这就是在叶轻柔房间里发现的玩偶熊证物，请开始检查物证。等等，审判长，就算这个玩偶熊是从轻柔房间里面找到的，谁又能知道他有没有在里面动手脚？万一被调包了怎么办？毕竟玩偶熊是他们提供的，谁知道路上有没有调包？玩偶熊是我亲自过去拿的，而且全程都在我的视线内，不存在被调包的可能。那谁又知道呢？这个白眼狼一直在污蔑我女儿，说不定他早在谋划这件事情了。对，
要是他提前把玩偶熊调包了，还在里面放了陷害我女儿的证据，那我女儿一辈子清白就毁了。他房间的钥匙只有他自己有，早在半年前我就再也没有进去过了。你没有钥匙，那这熊是怎么拿到的？砸门啊！你怎么能砸门呢？那是青柔自己的房间。我们还没有离婚，那是我们的房间。婚姻存续期间，我有权进入夫妻共同住所，并且法警同志在进入房间的时候全程录音录像。我有没有调包，录像里面一清二楚。他说的没错，录像就在我身上，你们随时可以检查。既然取证方式没有问题，请继续检查。居然有些电子仪器，这怎么是机器？为什么是电器？它是个真熊。难道这个玩偶熊是电动的？审判长大人说的没错，我的玩偶熊之所以能像人一样行走，就是因为它是 AI 控制的。什么是 AI 啊？就是人工智能现在的高科技。柔柔，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能说明白啊？没必要藏着掖着呀。爸妈，我之前因为难产差点丧命，已经让你们为我操了太多的心。后来我又得了抑郁症，实在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再让你们为我担心了。我从小就喜欢小熊，所以就制定了这款玩偶熊。它毛茸茸的，好可爱，还可以唱歌、跳舞，哄我开心，真的让我很有安全感。我就是怕你们觉得我太奇怪了，会怪我，会担心我，所以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们真相。没想到叶晴柔这么孝顺，宁愿自己忍受抑郁症的痛苦，都不愿意让父母担心。真是个好女孩，这么好的女孩，怎么可能会出轨呢？傻孩子，你是我们的亲生女儿，我们怎么会怪你呢？柔柔，以后遇到这样的事，一定告诉爸妈，我们一起分担啊！韩旭，现在证据已经摆在你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现在证据已经摆在你眼前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审判长大人，这个韩旭一直处心积虑地污蔑我女儿，无非就是想夺我们叶家的财产。像这样的恶徒，必须严惩。你爹这个白眼狼，把牢底坐穿！这韩旭背叛自己老婆不说，还恶人先告状，非戳叶晴柔出轨，真不是个东西。就是叶晴柔这么好的姑娘，碰上这个渣男，一辈子都毁了，千万不要放过她。叶晴柔，把自己说的这么可怜，真是好一出苦肉计。我刚才就觉得这个熊不对劲，原来调包玩偶熊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你别在这里狡辩了，没有用的。我没狡辩，我有证据。审判长，请将视频播放到1分02秒。同意。各位请看，视频中的这只玩偶熊和现场的这只有明显区别，我方合理怀疑这是2只玩偶熊。真的不一样吗？哪里不一样？看得跟视频上差不多呀。是啊。视频中的这只玩偶熊鼻子是黑色的，而现场的这只鼻子是棕色的。你别在这里胡扯了！你们一开始就造谣青柔在玩偶熊里面藏人，现在计划失败了，又说这玩偶熊不是同一只是吧？这玩偶熊是你自己从房间拿出来的，现在又说不是同一只。审判长，我现在高度怀疑韩旭有精神分裂。是不是同一只？视频对比一下，不就清楚了吗？
视频你们都看见了，除了大致的轮廓，鼻子的细节根本就看不清楚。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区分的，还是说根本就是在胡说。韩旭，我们在一起5年多了，我今天才发现自己好像从来都不认识你。你就告诉我吧，你到底想要做的是什么？他还能想要什么？他就是想要你的钱。审判长大人，法庭的正义不容践踏，他3番5次的用假证据污蔑我女儿，请您秉公执法，尽快做出决定，让这个畜生不要逍遥法外。审判长大人，我方申请将视频画面放大，视频可以证明我方当事人说的都是事实。视频中的这只玩偶熊和现场的这只根本不是同一只。我反对。审判长，这个视频拍得这么模糊，放大了也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会对轻柔造成2次伤害。审判长大人，我们支持以证据说话。就算韩旭说的是真的，就算是2个完全不同的玩具型，这又能证明什么？没有证据确凿的证据，那就是浪费时间。本庭理解被告的情绪，就目前的视频证据而言，的确无法证明叶轻柔有任何的不忠行为。原告，如果接下来你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据，本庭将即刻作出宣判。好，那我也不在这上面纠结了。审判长，请打开下一个视频。你还要放视频？你到底有完没完？原告，如果这个视频依然不能提供任何有效的证据，本庭将直接判处你在此次的离婚案中为过错方，同时将追究你泄露他人隐私、诽谤、侮辱他人等罪名。好，我接受。请播放下一个视频证据。亲爱的，今天还没有看女儿呢。这熊真是高科技啊，竟然还能哄孩子睡觉，我都想买一个了。要不是刚刚看了视频，真以为里面藏了个活人呢。就这么个破玩意儿，他怎么可能做出视频里那么复杂的动作？你一个3流野鸡大学的辍学生，懂什么是 AI 吗？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疑？这个玩偶熊是我在国外专门找人定制的高科技机器人，采用的是最先进的 AI 技术，所以它才能做出像人一样的动作。你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很正常。是哪家公司啊？既然技术这么先进，那这家公司的名声应该也很响吧？这个公司的机器人还在研发阶段，是对外保密的，所以我不能随便透露公司的信息。既然不能透露公司的信息，那你现场让他再跳一支舞也可以啊，让我这个3流大学的辍学生开开眼。他已经被你弄坏了，他也跳不了舞了，只能先送去国外修理。哎呀，你还真是张口就来啊！我看这只熊根本就不是什么 AI 机器人，更不是在房间里跟你搂搂抱抱的那个。不，这就是我房间里的玩偶熊，它是我私人定制的高科技玩偶熊。高科技玩偶熊，竟然能高科技到自己扮鬼脸了！大家继续往后看。真是闻所未闻。他只是在模仿人的行为而已。模仿人的行为，还是说他本来就是个人？哎，你们看，他把头套摘下来了。哎，你们看，是个人。对呀，看来叶轻柔之前确实说谎了，他真的出轨了。柔柔，这个人是谁？你会真的像他们说的？你说过妈，我没有。你不想说没关系，我替你说。大家仔细看，虽然摄像头没有拍到这个人的脸，但是他脖子上戴的项链却拍得一清二楚。而且我知道，今天在场的人当中，
就有一个人戴着一模一样的项链。谁？是他，就是他。双宇，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叶家把你当亲人，你就是这么回报我们的？我也不知道啊。总之，这视频里的人不是我。你这项链和视频上的一模一样，你还要狡辩？这枚项链是青柔送给我的生日礼物。这么些年来，我一直把她当亲妹妹一样对待，我怎么可能会跟她发生那种关系？舒雨说的没有错，视频里的人真的不是他。不是他，还能是谁？你难道要说这只玩偶熊成精了吗？是我。亲爱的，我刚从国外飞回来，还好赶上了。我就说，你那个老公是个渣男。你是被告的人证？是的，审判长大人，在这个玩偶熊里面的人是我。不可能，你在帮他做伪证。视频里的人明明是戴着项链的，而你这什么都没有。你说的不会是这条项链吧？你怎么也有？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和青柔从小就是最好的闺蜜，这条项链是她送给我的，象征着我们的友谊。审判长，青柔因为生完孩子得了抑郁症，医生建议她需要情感陪伴，所以我经常扮成玩偶熊陪着她，只是为了让她安心入睡。所以你说，你藏在熊里就是为了陪她睡觉？抑郁症患者的痛苦你永远不会懂，青柔指望不上你，我自然陪着她。我刚刚提到项链，你就恰好拿着一条一模一样的项链出现，这未免也太巧了吧？这张照片是我们3年前拍的，项链就在我脖子上，我还要解释更多吗？要是知道你这么欺负他，我早就回来了，还让你这么欺负他吗？被告证人，近半年你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你又怎么证明视频里穿玩偶服的人是你？审判长，小青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她知道我喜欢玩偶熊，所以每年我的生日，她都会扮着玩偶熊陪着我。对对对，我们可以作证。是的，没错，我女儿每年过生日，小青都会穿着玩偶服给她庆生，10几年了，年年如此。青柔为了顾及夫妻情分，她不想公开，但是为了自证清白，她只能揭露真相。证人要清楚，法庭上做伪证将承担法律责任。审判长，我发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请看视频。亲爱的，看，宝宝多可爱。亲爱的，把头套摘下来，别把孩子吓着。你作为青柔的老公，不但不关心你老婆的身体，还整天疑神疑鬼的，你还算是个男人吗？韩旭，你今天跟我女儿离婚后，1分钱也不想拿到，我还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告你诽谤。审判长，现在证据确凿，是韩旭出轨在先，他为了取得离婚后的财产，故意诬陷青柔。您一定要秉公执法，严惩这个人渣。叶轻柔啊，叶轻柔，我没想到你提前准备了这么多。我们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而已，难道只允许你羞辱我，还不允许我反击了吗？韩旭，你根本就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你跟你那个辩护律师那个狐狸精的照片拍的是清清楚楚，你根本就无从狡辩。我还有一个视频，正在送过来的路上，那个视频里清晰的拍下了藏在熊里的那个人。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个人就是你。原告，你是否还有新的证据要提交？是的，审判长，因为就在开庭之前，叶轻柔销毁了他房间里所有的录像，刚才的视频也是我方通过技术手段恢复的。韩旭，你就别再编故事了。你所谓的轻柔出轨，
就是你的污蔑。哦不，是你的幻想。幻想？小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脑子有病。反对，对方证人公然侮辱我方当事人。被告证人，请注意你的言辞。不，这不是侮辱，这是医学事实。他患有精神分裂和被害妄想症，他一直幻想庆柔出轨。你胡说八道！我没有胡说。各位请看，我手上这份就是韩旭的诊断报告，这里面有他近半年在精神科的诊断记录，足以证明他的精神并不正常。半年前，韩旭因为车祸撞击头部，导致精神受损，至此，他的精神一直都不正常。半年前，韩旭因为车祸撞击头部，导致精神受损，至此，他的精神一直都不正常。原来他就是个疯子。摊上这种人，叶轻柔真是倒了大霉了。都给我闭嘴！再说一遍，不是精神病。康复后，他就变得多疑、偏执，经常疑神疑鬼，甚至半夜还……老公，老公，老公，是你吗？这大半夜的，你又要干嘛呀？老公。老公，你在干什么？让你害我。要不是当时报案拦着，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柔柔，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呀？妈，我是不想让你们为我担心。韩旭，你这个畜生！我怎么会让你这种人当我的女婿？请被告家属注意控制情绪。你在胡说！那天晚上的情况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样。这条伤疤就是那天晚上你用刀划的。你把轻柔害成这样，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现在还想抵赖？就是连句道歉都没有，都动了刀子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怎么能这样呢？不，大家别怪他，他当时出了车祸，是我没有照顾好他，才让他后来精神出了问题。我应该耐心的陪着他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不是一个好的妻子，所以他后来幻想我出轨玩偶熊，我不怪他的。看来我们都错怪叶轻柔了，都这种时候了，她还在为韩旭考虑，太善良了。是啊，她是个好妻子，要我说就应该赶紧和韩旭这个神经病离婚，跟疯子在一起迟早会出事的。轻柔，这怎么能怪你呢？当时你产后抑郁，连自己都快撑不住了，你还怎么照顾他？你为他付出了这么多，而他呢？他是在毁了你啊！韩旭，今天我们离婚，就算你净身出户，我也再会给你一笔钱，不至于你离开我们叶家之后流落街头。你还管他干什么？他就是人渣，就该死掉。没错，你休想分走我们叶家一分钱。妈，我也想对我的感情有一个交代，和他体面的分开。轻柔，你给我闭嘴！你是在施舍我吗？告诉你，我不需要。我们叶家的一切本来就应该是我的。韩旭，我看你的脑子真的是不正常。柔柔是可怜你，愿意给你一些补偿，你别给脸不要脸。要不是我女儿非要跟你在一起，就以你的身份，一辈子也不可能跟我们叶家有任何交集。叶家的一切都是他的，这疯子呀，还做梦想赢官司呢。我要是叶轻柔，1分钱都不会给他，他就该进精神病院。都给我闭嘴！再说一遍，不是精神病，他手上那份鉴定报告是假的。韩旭，你无能狂怒的样子可真可笑。这上面有你的签字，白纸黑字，你抵赖不了的。轻柔愿意离婚之后给你一笔补偿金，已经是仁至义尽，你不要不知好歹。
对他就是个神经病，做这种过分的事情，就应该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你就是你做的太过分了，你这么善良，太坏，简直太坏了，就应该把你关起来，把他坐牢，看人就让他坐牢去，就应该把他关起来。沈班长，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但是我还有证据，我这个视频能够证明叶轻柔她就是婚内出轨。够了，韩旭，你就一点都不顾我们之间的情分了吗？你之前放的几个视频，除了侮辱我，让我难看，还有其他的意义吗？审判长，我方申请播放关键证据。我们不同意播放，我们不同意。对，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肃静。鉴于原告此前提交的证据可信度存疑，本庭将驳回此次申请。审判长，我可以保证的，这里面的视频清晰地拍下了藏在熊里的那个人，叶轻柔她就是婚内出轨了。韩旭，你还要胡搅蛮缠到什么时候？请全体起立。本庭根据现有证据，现判决如下：原告韩旭在婚内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破坏原有婚姻，属于明显的过错方。我不接受！审判长，我这视频就在这儿，你看一眼就明白了。他们几个串通一气，做伪证，叶轻柔她就是婚内出轨了。审判长，你看一眼，你看一眼呐！审判长，刘肉，你怎么了？刘肉，快叫救护车！轻柔，你在法庭上装的可太像，我以为你真的晕倒。幸亏我反应快，不然被审判长知道韩旭手机里面的视频，那我之前所有的努力就都白费了。我就说，你就该去当演员，抑郁症、乖乖女、善良的妻子，所有人都被你耍得团团转。不过你教我说的话，我在法庭上可都说了，那是帮你做伪证，我是要坐牢的。我的好晴晴，你就放心好了。等我和韩旭离了婚，拿到了所有的钱，之前答应给沈家的投资，我一分都不会少的。我相信你，谁让咱们是好闺蜜呢？嘘。不过我们之间的事儿，你要永远都烂在肚子里。放心，我们现在是一条生生的蚂蚱，我不会说的。不过我有点好奇，那个男人是谁啊？什么男人啊？当然是藏在玩偶熊里的那个人。里面有人？里面有人？里面是谁？他可是我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凭咱们现在的关系，连我也要隐瞒，难不成你之前答应我的承诺都是骗我的？既然你这么想知道，那你可得为我保守秘密。亲爱的，把头套摘下来，让我的好闺蜜看看你。是你啊？生气了，在这喝闷酒、摔杯子可没有用，就差一点。要是那个视频能早点送过来，这场官司我们早就赢了。现在不也没输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就没必要耿耿于怀了。你现在应该在意一下社会舆论，社会舆论对我们很不利，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开庭。有没有关注最近电视公司的提方案？韩旭家被爆出患有精神疾病，不管他是真疯还是装疯逃避责任，叶轻柔一定要和证人家尽早离婚，并且让他净身出户。网络舆论上说你就是一个精神病患者，还有阴谋论说你不是神经病，就是因为你想在外面花天酒地，所以找的借口。无聊，随便他们怎么说。舆论已经失控了，
3天后终审。如果我们再拿不到实质性的证据，你不仅会净身出户，还有可能被以其他罪名起诉。别担心，我已经找到了新的证据，这份证据足够让叶家万劫不复。韩旭，我们今天请了高寒律师，你输定了。高寒，你们认识？他是我们行业内知名的前辈，专门打离婚案件，在行业内创造了不少神话。叶家能请他来打这个官司，看来花了大价钱。你可要小心一点啊！叶轻柔这次是要置你于死地。巧了，我也是。韩旭与叶轻柔离婚一案2审现在开庭。审判长，根据上次庭审结果，韩旭已经被认定为过错方，所以今日庭审，审判长只需宣布财产分割事宜。审判长，我方认为韩先生跟叶太太的离婚案并不是本案的重点。本案就是2个人的离婚案，怎么就不是重点？因为我的当事人要控告叶轻柔涉嫌谋杀。安律师，我看你从事律师行业已经有几年了，刑事案件事关重大，需要确凿的证据才能立案，不是靠你臆想就能够成立的。我当然知道，不过叶轻柔的确谋杀过韩旭，只不过失败了。说八道什么呢？轻柔她心地善良，连只鸡都没有杀过，怎么可能会谋杀？安律师，你上次就帮着韩旭造谣，这次又要控告我谋杀，我倒想问问你了，我和韩旭在一起生活的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谋杀他？生活的好好的，早在1年之前，咱们就已经貌合神离了，你甚至都不愿意让我碰你一下。过去的1年里，我把心思都花在了女儿身上，后来我又得了抑郁症，你又不是不知道。对，我承认，过去的1年里我是冷落你了，可是你也应该体谅我一下呀。叶轻柔，你这么好的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根本就没有抑郁症，你一直都在装逼。对方当事人，你说的这些话有证据吗？还是说你只是猜测？我当然有证据，不过在拿出证据之前，我要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半年前，我跟叶轻柔的4周年结婚纪念日，老公，你看我今天打扮的漂亮吗？漂亮。纪念日当然要特别一些啦。晚上我在云丁酒店订了包间，我们好好庆祝一下。想得这么周到啊！对了，老公，你的车我拿去保养了，今天开我的车去。好，那我先去公司，晚上见。好。老公，路上注意安全。老婆，你等我一会儿，我刚开了一个很重要的会，马上就到酒店了啊。韩先生，你醒了，我们已经通知了您的妻子。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您昨天晚上发生了严重的车祸，不过您放心，我已经仔细的给您检查过了，除了有一些轻微的脑震荡外，并没有大碍。谢谢医生。韩先生，这里是维修厂，昨晚您的车出车祸了。
对，现在车怎么样了？车子受损不大。韩先生，您最近有没有和其他人结仇？结仇？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啊？我认为有必要告诉您实情。您的这台车刹车系统被人为损坏过。人为损坏？那你的意思是说，这次的车祸有人要害我？我们只是将知道的情况如实告诉你。有人想要害我，到底是谁呀？老公，你没事吧？难道是他？韩旭，所以你是怀疑我弄坏了刹车系统，就断定我要谋杀？谋杀？对方当事人，你刚刚只是在讲故事，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审判长，若对方当事人继续以虚构的情节来污蔑我的当事人，我方将立即提起刑事诉讼。高律师别着急，这不是故事，而是经过调查的事实。审判长，我方申请将证据提交，请呈上证据。根据我方的调查，半年前，也就是今年的3月10号，秦书宇曾去过一家名为微风的汽修店。当时他开的那辆车就是我方当事人出车祸的那辆。结果在2天之后，刹车就出了问题。秦书宇，你怎么解释？就算秦书宇开车去过汽修店，这和刹车系统出现故障没有直接联系，所以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你要证据？好，审判长，我方申请传唤证人上场。同意请求。你是微风汽修店的老板王威？是。那你记不记得，在3月10号那天，有一辆车牌号为海 A9D586的奔驰车？我确实见过这辆车。审判长，我怀疑证人在说谎。3月10号已经是半年多前了，如果没有提前准备，普通人怎么可能记得那么清楚？那天是我生日，我想早点关门的。来个人开这辆车，非让我帮他处理一下，所以我印象深刻。他是找你维修的？我也以为他是来修车的，但是他让我把刹车弄坏。真是你帮他？我怕出事，所以我一开始没答应他。但是他给你钱了？那笔钱够我修1年的车了，加上当时店里生意不好，我就答应了他。我发誓，当时我只动了传感器，没真的弄坏刹车。你还记得那个人的长相吗？时间太久了，记得有点模糊了。那你看一看，在法庭上有没有他？那你看一看，在法庭上有没有他？没有，好像没有。你再仔细的看一看，好像是他。对，是他。那天来我店里的人就是他。不是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我见都没见过你，更没有去过你的店。叶轻柔的车除了我，也就只有你有钥匙。如果那天开车的人不是你，你把车借给谁了？我。请问证人，你的店里是否安装了摄像头？我们那小破店装什么摄像头啊？那就是没有证据了。要知道，空口无凭，你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定罪，未免也太儿戏了吧？我说的是真的。刚刚我有些犹豫，但我仔细想了想，那天开车来的人就是他，肯定是他。韩旭，你为了打赢官司，随便找个人来诬告我。我再次重申，我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到过他的店里，而且3月10号那天我在国外出差。你说什么？审判长，这是我那天的行程单。3月10号那天我在国外出差。
审判长，3月10号我在海外出差，根本就不在国内。这不可能啊！请呈上证据。刚刚已经核实过了，秦书宇在今年3月10号确实有搭乘航班出境的记录。秦书宇在国外，那去维修店的那个人，难道是秦书宇的分身不成？审判长，既然韩旭的证人无法证明车主身份，那就说明他们的指控不成立。请立刻宣判韩旭就是本离婚案中的过错方，并且追究他诽谤我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刑事罪责。审判长，这些年来我为叶家付出了一切。自从我跟叶轻柔结婚以来，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背叛婚姻的人是他。韩旭，证据就摆在你面前，你还在狡辩什么？那我请问，我出轨了？明知故问，那个人就是你的辩护律师，是他。审判长，这些照片足以证明韩旭与安瑶存在不正当的关系。请呈上证据。我跟他不过是走得近了一点，就叫出轨了。那现在你坐在叶轻柔旁边，是不是也叫出轨？你这是在狡辩。叶轻柔，这场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我真是没想到你连跟踪的手段都能用得出来。我是因为太在乎你了，我不相信你会背叛我，所以我就想搞清楚你到底在外面做些什么。老公，我是多么希望你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可没想到你居然……叶轻柔，我还真是小看你了。那我请问，你还拍到我跟别的女人出轨的证据了吗？韩旭，你要不要脸？一个还不够，你还挺贪的吗？也就是除了我，没有跟别的女人的照片，对吧？哼，现在的小三儿当真是不要脸了，不仅勾引人家的老公，还想争夺原配的财产。就是，这样品行不端的人根本就不配当律师。你笑什么？自惭形秽，你是在掩盖你的心虚吗？想到好笑的事儿了，还不能笑笑吗？我告诉你们，韩旭跟谁出轨都行，唯独跟我，不可能。根据大厦法律规定，夫妻关系中一方与婚外异性发生情感或者性关系时，违背了夫妻忠实义务者为过错方，在离婚时不具备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安律师，现在证据已经交给审判长了，你是逃不掉的。像你这种明知道对方有家庭还不知廉耻的贴上去，在古代是要被进猪笼的。我没有，我不是。你以为你傍上了金主，实际上他韩旭就是个吃软饭的。没有了叶家，没有了轻柔，他早回去喂猪去了。呸！不要脸的东西！你们这么讨厌小三儿？我和我哥4、5年没见了，亲兄妹拥抱一下怎么了？犯法了吗？亲兄妹，对，我跟韩旭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妹，同父同母的那种。我跟韩旭是如假包换的亲兄妹，同父同母的那种。所以你说我跟他有不正当关系，不就是很好笑吗？不，你在说谎！我调查过你的背景，你不可能是他亲妹妹。你怎么那么犟呢？我爸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我5岁就跟我妈去了国外，我跟我妈姓，你查不到，很正常。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不好意思啊，叶轻柔，让你失望。审判长，这是我和韩旭的出生证明，还有我们的 DNA 检测报告，我们的关系无虚指。请呈上资料。没错，安瑶和韩旭
确实属于亲兄妹。所以沈班长，他们对我出轨的指控，是不是也不能成立？本庭认为，韩旭和安瑶兄妹关系事实清楚，韩旭并不存在婚内出轨的行为。高律师，你别看着他们，你找机会反驳他们。对方证据充足，没办法反驳。叶青荣，看来我们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不对，我的复仇现在才开始。请证人刘梅出庭。蓉蓉，这不是你家保姆刘梅吗？她怎么给韩旭做证人呢？是啊，你不是给他开工资吗？这不是吃里扒外。他半年前就回老家了，我也很久没见过他了。你竟然把他给找过来了。沈晴，帮我调查一下我家之前的保姆刘梅。我叫刘梅，之前是在韩先生和叶太太别墅里做保姆，今天我是来为韩先生做证人的。刘阿姨，我记得你离开青柔家的时候，青柔给了你一大笔钱，你今天却要给这个人渣做人证。韩先生他是个好人，太太和他没法比。韩旭究竟给了你多少钱？你要这么说。尊敬的审判长，韩先生和太太刚结婚，我就一直在他家照顾他们的起居。我能证明有婚外情的人是叶太太。请问证人，你如何确定是叶轻柔出轨了呢？那还要怎么证明？我是亲眼看到的。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个玩偶熊。不可能，这话一定是韩旭教他说的。你又知道了？我没有说谎，我确实在太太房间里看到了一个玩偶熊。对方证人，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这只玩偶熊是个机器人，或者她是我当事人的闺蜜沈晴假扮的呢？不，我很确定那个玩偶熊里藏着的是一个男人。那一天下午，太太想吃绿豆糕，等我买回来后，太太，你要的绿豆糕我买回来了，我把绿豆糕。老公，你去洗澡吧。刘阿姨，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吃的绿豆糕我给你买回来了，我刚不知道韩先生在家里，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没事儿，你出去吧。哎，对了，今天的事儿怪尴尬的，所以你看到的不要出去乱说哦。你放心，太太，我不会乱说的。我一直以为那天我看到的那个男人是韩先生，最后我才知道韩先生那几天出差就没在家。所以你并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长相？没有。那你怎么证明你刚刚说的就是真的？是我亲眼看到的，我看到那个男人胸口还有一道伤疤。沈班长，我认为对方证人刚刚说的只是一面之词，更有可能他是受人指控，在这里污蔑我的当事人。没有，我没有。沈班长，这是我们刚刚调查到的信息。证人刘梅，她的个人账户上个月多了2笔巨额转账，共计52万，而给她转账的人就是韩旭，所以我方怀疑刘梅收受了韩旭的钱财，作为回报，她在当庭替韩旭作证。不是的。行了吧，我看你就是和韩旭串通一气。刘阿姨，你是不是忘了轻柔给你开的工资是市场价的3倍？你这是忘恩负义啊！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韩先生
说我工作认真，所以就让我到别墅里做保姆去了。5年来给我开工资的一直是韩先生。女儿，是这样吗？你感觉我既然在别墅里干得好好的，工资还是市场价的3倍，那我为什么要走呢？是啊，刘阿姨，我也想问为什么。都是因为他逼的我。韩先生从小和母亲分开的早，他说我长得很像他母亲，所以他对我一直很照顾。确实很像。虽然韩先生很照顾我，但是太太处处刁难我，甚至有许多小事情还打我。我没有。你说什么呢，刘阿姨？你在我们家5年了，难道我对你不够好吗？你一个乡下保姆，一定是胡说八道。我女儿从小乖巧，怎么会打你？你错，我女儿是大家闺秀，怎么会干出这种粗鲁的事？我早就说过了，叶轻柔很会演戏，你们都不信。你少在那儿火上浇油了，韩旭。其实我早就想走了，但一方面韩先生对我很照顾，另一方面我确实需要这份工作，我就忍下来了。这一忍就是5年。对啊，刘阿姨，之前叶轻柔打你，你都忍了下来，怎么这回忽然回了乡下？据我所知，你的丈夫得了肾病，每个月需要几万块来做透析，你离职了，他的病怎么办？我也没办法，因为我戳破了太太的秘密，我不得不走。什么秘密？他是想害韩先生。他想害韩先生。你少在这里血口喷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你心里非常清楚。那天你和玩偶熊说话我都听见了，我记得那是今年的3月。那天我本来是请假回老家，但是出了门才发现证件没拿，所以我又回了别墅一趟。结果只要韩旭死了，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韩旭开的车我已经动了手脚，只要他今天猛踩刹车，必死无疑。谁？1个礼拜之后，我从老家回来，才知道韩先生确实出了车祸。没过多久，太太就找了个理由把我辞退了。我想太太是怀疑那天我在外面偷听到了吧。不是这样的，明明是你自己干活偷懒，我才把你辞退的。而且你刚刚说的完全就是子虚乌有。行了，你们都别再演了，一定是你和韩旭串通一气，你们的转账记录就是证据。不是的，我老公得了重病，欠了一屁股债，我女儿又上大学，韩先生他是看我可怜才借给我钱的。如果要是没有韩先生，我老公就活不了了。韩先生他是个好人，原本他是不让我写借条的，这借条是我一直坚持要写的。这些都是从你们嘴巴里说出来的，想通过这些来指控我的当事人谋杀，依旧不凭无据。谁说没有证据？证据就在这儿。谁说没有证据？证据就在。你的证据上次大家都看到了，你还有什么好说？这是我修复过后的证据，里面清楚地拍到了藏在熊里的那。视频里不是沈晴吗？我们大家都看到了呀。沈班长，他们的视频是伪造的，真相就在这儿。沈班长，我方申请提交新的证据。我不同意。沈班长，这不合规矩。既然原告有新的证据提交，请呈上证据。请播放。沈班长，我请求立即停止播放。韩旭，
你到底还想要干什么？干什么？真相马上就要大白了。这怎么可能？这不就是秦书玉吗？真的是他！之前都是贼喊捉贼。他们竟然真的是奸魂淫妇，合伙起来欺骗我们呀！藏在玩偶熊里偷情，这还是人干的事儿吗？太贱了！那个人不是我，差点就相信他们了。青柔，那个人不是我啊！败坏家风，叶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青柔，你平时那么乖巧，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出轨偷情，你对得起小旭，对得起我们吗？被告，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审判长，这些都是假的，这个视频是伪造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视频一看就是后期做的。叶青柔，你现在说这些，你觉得还会有人相信？爸妈，请你们相信我，这个视频是伪造的，我真的没有出轨，这一切都是韩旭他污蔑我的。早就知道你会抵赖了，所以我提前找专业机构给视频做了鉴定。审判长，这是司法机构对于视频的鉴定报告，可以保证视频没有经过任何的后期加工。请呈上证据。检测属实，视频证据有效。女人，败坏家风，家门不幸啊！小旭那么好一个人，你竟然背叛他，我怎么生出你这样的女儿？你们两个老不死的，喊什么喊？大不了我跟韩旭离婚之后，财产分他一半就是了。不好意思，叶女士，根据我国大厦律法，婚姻内出轨的那一方可以净身出户，而且我方还要追究女侧嫌谋杀我方当事人。将秦书宇、叶青柔带下去，先调查清楚他们的犯罪事实。韩旭，你害我进监狱，我弄死你！你个疯子！你们诬陷我，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你王八蛋！扰乱法庭秩序，把秦书宇带下去。别抓我！不要抓我！我不想坐牢。老公，老公，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叶青柔，你不是知道自己错了，你是知道自己要坐牢。不是这样的，老公，我还爱你，我相信你一定还爱着我，对不对？只要你原谅我这一次，我发誓一定好好做个妻子，求你了。叶青柔，你听听你说的这些，你自己相信吗？老公，你恨我，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别忘了，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女儿，她那么可爱，她才1岁呀，她不能没有妈妈，所以我不能坐牢她，老公。所以我不能坐牢她，老公。是呀，小旭，青柔是做错了，但孩子没错。是啊，小旭，你就看在孩子的面上，原谅他，行吗？孩子是无辜的，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韩旭，你可以恨我，但是你不可以这么说女儿，她可是你亲生的。叶青柔，看来你真是一点都不知错，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什么意思？本来我还想给你留一点脸面，既然你不要，那我就成全你。不是我没有人性，是这个孩子根本就不是我的。什么？这怎么可能？他在说谎！这个孩子就是你亲生的。我方当事人已经提前做了鉴定报告，根据 DNA 显示，韩旭跟叶青柔的女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老公，我承认孩子的事情是我错了，但他是个意外，我不是故意要骗你的，老公。别说了，要不是我故意留了个心眼，假装神经病，估计现在我的尸体都没有收。你现在变得太陌生了，早就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叶青柔了。高律师，我给了你那么多律师费，你当时帮我想想办法呀！审判长，现有的证据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存在出轨行为。至于所谓的谋杀，对方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证据，现在羁押我的当事人不符合法理。你说的没错，我确实拿不出他杀人的证据。
不过这些年叶轻柔偷税漏税，还将公司的资产转移到海外的私人账户上，都在我手上。有了这些证据，同样足以让他坐牢。不可能，这些都是我们叶氏集团的机密，你这是怎么拿到的？我是怎么拿到的？这些年集团都是我一个人在忙活，我忙上忙下，拿到这些证据很难吗？你们总是对外说我含蓄攀高枝，靠着你们叶家才有了今天。但是事实呢？如果没有我，你们叶家早就破产了。5年前，叶氏集团负债3亿，银行拒绝续贷，是我用自己公司的全部利润替你们叶家续命，也是我在这5年期间苦心经营，帮助你们叶家重回往日的荣光。可是你们呢？你们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们嘴上说着我是一个好女婿，实际上却处处嫌弃我，嫌我出身低贱，配不上叶轻柔。现在想想，还真是讽刺。不是，小旭，好了，别说了，是时候该拿回属于我的一切了。叶轻柔挪用转移公司资产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经过叶家集团董事长一致决定，将由韩旭担任新任董事长。你说什么？叶氏集团姓韩了。老头子，老公，集团我不要了，财产我不要了，我就求你先谅解恕原谅我好不好？我真的不想坐牢，我求你，我求你。结婚纪念日，那个你想要杀我的早上，我们之间的情分就已经断了。现在开始宣判，请全体起立。韩旭与叶轻柔离婚一案，叶轻柔婚内出轨、谋杀未遂，证据确凿，判其净身出户。韩旭胜诉。结婚5年，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样子。秦书宇，你不是抓进去了吗？错了，我是秦书恒，秦书宇的哥哥。所以你们是双胞胎？你说的没错，我们共用一个身份，我可以是秦书宇，也可以是秦书恒。我看到那个男人胸口还有一道伤疤。所以叶轻柔出轨的人是你，孩子也是你的。现在知道，晚了！你他妈就应该在车祸里面死掉。你要是死了，就没有后面的故事了。是你把轻柔和我弟弟送进了监狱，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我让你付出代价，我要让你付出代价，娘！
我们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我们不分开了，不分开了，我们不分开了。他怎么变成这样？法庭宣判之后，他接受不了现实，就变得疯疯癫癫的，后来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一个富家千金，没想到为了一个玩偶熊，竟然毁了自己的一辈子。想想也真是可惜啊。没什么可惜的，在他背叛我，想让我死的时候，就该想到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小姨妈，你敢打我，